野生界限连，这下真发达了。二狗哥，你是去赶集吗？能不能带我一个？啊，上车吧。哎，刘婶，这不是顾晚舟吗？我怎么觉得他咋变好看了？人家命好呗，男人死了，小叔子上赶着养着，越过越滋润，那不变得越来越好看吗？原主以前老被人戳脊梁骨，10句闲话里有8句都是这个刘婶传的。刘婶，我小叔子帮我是情分，我能把日子过好是本事。倒是你，天天嚼别人舌根，也没见你把自己家日子嚼出个名堂。你这个丫头片子，一点教养都没有。二狗子，再不发车，都赶不上早集了。好嘞，走了。卖草药啦，卖草药啦！新鲜的极品草药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！这么水灵的一个闺女，怎么会投河自尽啊？这不是隔壁村命犯贴煞孤星的吴故事吗？年纪轻轻就克死了父母，据说刚成活半个月，又克死了她的丈夫。吵死了！这是哪儿？我穿越了。原主也叫顾晚舟，9岁父母双亡，嫁入吴家后，丈夫进京赶考暴毙，婆婆嫌她克夫，天天打骂，这才想不开跳河。我顾晚舟，堂堂华国医学院的医学天才，竟然穿成了个被婆婆嫌弃的寡妇。我靠，这人世也是没谁了。让一让，嫂子，你没事吧？这是我的便宜小叔子吴青峰。来，嫂子，我知道我娘昨天说的话重了一些，可你也不能想不开呀。你要是有个什么3长2短，我怎么跟我死去的大哥交代呀？走，跟我回家。嫂子，我扶你。我身子没力气，要不你背我吧。我世风日下，这个狐妹子就在大庭广众之下勾引小叔子，可不是，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儿，真是不要脸。你们说什么呢？我跟吴青峰是一家人，倒是你们在这算什么？该不会是馋我家清风身子吧？我嫂子说的对，我们是一家人，有什么背不得的？嫂子，上来。嫂子，抱紧了，我们回家。原主这小叔子倒是不错。嫂子，娘还在气头上，你先在自己家避2天风头。这是我家，这也太穷了吧！我去找点吃的，你先歇着。这还真是家徒四壁啊！不过我一个现代穿越者，有手有脚还会医术，总不至于饿死在这里。顾晚舟，你这该死的扫把星！哎呀，我今儿打死你这个扫把星！你害死了青山还不够，你还要害我们家清风啊！救命啊！杀人了！杀人！我真是把你千刀万剐了，都不解我的恨呢！你，我告诉你，我找了李正，今天我们就把这个家给分了。从今往后，你顾晚舟和我吴家井水不犯河水。就凭你还想祸害我们家清风，你做梦！娘，你非要逼死嫂子吗？大哥出事是天灾，和嫂子没关系。嫂子孤苦伶仃的，你赶她走，不是要她的命吗？我怎么就生了你这么个没出息的儿子呀？啊，明明是他害死了我最爱的儿子，什么叫做我逼死他呀？我看你啊，是被他色迷了心窍了。我要被你气死了！好了，吴婶，你先别闹了。哎呦喂呀，这是作孽呀！都别闹了，吵吵闹闹像什么样子？李正，你们来的正好，大家都给评评理啊！我们家清风那么懂事的一个人，什么时候给我顶过嘴呀？现在被这个狐妹子勾了魂了，
我这没法活了呀！好了，哎呀，吴家娘子，听说你今天跳河自尽了呀？啊，我是专门来解决问题的。你婆婆说要分家，你可有意见呢？你婆婆说要分家，你可有意见呢？你问他干什么呀？他能有什么意见啊？他现在啊，巴不得赖在我们吴家，然后呢，好继续护我们家清风。不，我同意分家。嫂子，这……你说什么？分家可以，但财产得先理清，该是我的一分也不能少。你这个扫把星，克死了我的大儿子！我不赶你出去，就算你命大了，你还有脸要分家产？娘，分家也是你提的，谁分家不分家产？还是说你就是存心想逼死我啊？李正大人，您给评评理。不是，婉周说的确实在理。她既然嫁到了你们家，这家产理应有她一份。行，今天乡亲们也都在，我呢大人有大量，这间屋子就留给你了，其他的你想都别想。你这算盘打的倒是响亮，这屋子本来就是我父母留给我的，看来这吴氏是铁了心不想出一分钱，还想处处拿捏我。与其跟他耗着，不如尽早摆脱这个泼妇。行了，清风，你不要说了，我同意了。嫂子，李正，你输吧。从今往后，我顾婉周与你吴家，桥归桥，路归路。行啊，总算是送走瘟神了。清风，跟我回去，她以后不再是你嫂子了。你要是再敢跟她来往，就别认我这个娘了。娘，我不能走，嫂子家里现在什么都没有，您先回去，我得帮她收拾一下。吴清风，你眼里到底还有没有我这个当妈的？行了，我今日落了水，身子不太舒服，还请无关人等离开我家。顾婉周，你给我等着，老娘跟你没完！头疼。嫂子，你没事吧？要不要扶你去床上歇着？不用了。嫂子，你不用担心，就算你不是我嫂子，我也会好好照顾你的。我这小叔子也真是够轴的。不过只要他留在我身边一天，原主的婆婆怕不是每天都要来我家闹上一场。不行，帅哥只会影响我赚钱的速度，得把他打发走才行。清风，我已经不是你嫂子了，你娘说的对，这瓜田里下的可别毁了你的清白。嫂子，你还是回去伺候你娘吧，我名声本来就不好，再让人传闲话，那我可真嫁不出去了。嫂子，你就这么着急嫁人？我真是看错人了。我这便宜小叔子怎么这个反应？他该不会真的暗恋原主吧？怎么1厘米都没有了？这吴氏也太狠了吧！是想让我饿死啊？嘿，谁啊？嫂子，我给你送粮食来了。清风？是我。嫂子，我还给你送了别的，都放到门口了。吴氏献殷勤，这个家伙该不会真的想泡我吧？不行，男人都是大猪蹄子，我一定要把持住。清风，这是你的辛苦钱，我不能收，拿回去给你娘，别让她又来找我的麻烦。嫂子，你收着吧，本来就是吴家对不住你，你知道吗？我今天知道你跳河，真的担心坏了，你可千万别再想不开。原来他是怕我再寻短见。嫂子，如果你想避嫌，我就在门口站着，不进去，绝不会耽误你以后嫁人。倒是一点也不像吴家的种。行，那我就收下来。
不过你得记账，我可不白占你便宜。嫂子，钱的事你不用着急，只要你好好活着，比什么都强。放心吧，这条命捡回来可不容易，我肯定会好好活着的。嫂子落水后怎么跟换了个人似的？嫂子，那我走了。你可千万别想不开，要是有什么麻烦的话，记得随时叫我。虽然这些粮食能解燃眉之急，可长远来看，还是得尽快想些赚钱的法子才行。哇，野生金线莲，这下真发达了。二狗哥，你是去赶集吗？能不能带我一个？啊，上车吧。哎，刘婶，这不是顾晚钟吗？我怎么觉得他咋变好看了？人家命好呗，男人死了，小叔子上赶着养着，越过越滋润，能不变得越来越好看吗？原主以前老被人戳脊梁骨，10句闲话里有8句都是这个刘婶传的。刘婶，我小叔子帮我是情分，我能把日子过好是本事，倒是你天天嚼别人舌根，也没见你把自己家日子嚼出个名堂来。你这个丫头片子，一点教养都没有。二狗子，再不发车，都赶不上早集了。好嘞，走了。卖草药啦，卖草药啦！新鲜的极品草药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！卖草药啦，卖草药啦！新鲜的极品草药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！姑娘，这么多极品草药，都是你采的？对啊，这药材的品相怎么这么好？采摘手法非常的专业。看不出来，您还挺懂行的。那当然，鄙人姓刘，做的正是这药材生意。我出5两银子，包下这里所有药材。你如果能长期供货，我每月给你15两。成交。这拿到第1桶金也太快了，看来我的医馆梦不用多久就能成真了。那边好像出人命了，快过去看看。怎么回事？听说有个短工为了挣钱，2夜没合眼了，累晕过去了。里员外怕不吉利，直接丢在家门口了。开医馆光有钱还不行，还得扬名。这儿人多，我刚好露一手，打响名声。让让，谁受伤了？我是大夫，我瞧。清风，清风，怎么会是你啊？怎么伤得这么重？姑娘，你认识他？这个短工已连续几天没有合眼，昨日搬运货物时不小心摔倒在地，再也没有醒来。给你2两银子，赶紧把他带走。清风，这脉象是失血过多导致的，得赶快抬回去救治才行。这是……嫂子，这些草药真的能卖钱吗？要是能帮上你，我天天上山去采。当然能卖钱了，这些草药用处大着呢。对了，清风，你去镇上的时候帮我买副银针吧，我有用。好，我现在就去买。难道你2天2夜没合眼，就是为了给我买这副银针？清风，你怎么这么傻？清风，你怎么这么傻？刘掌柜的，他是我熟人，求您帮帮我，需要赶快抬回去医治才行，晚了就来不及了。来，二狗，搭把手啊！好嘞。清风，撑住，别睡，我一定会救好你的。哎，上！啊哟，这不是吴家那个扫把星吗？才被吴家赶出去半个月，就把自己小叔子磕成这样了。哎呦，你们啊，都赶紧离他远点吧，谁沾上谁倒霉呀！你给我闭嘴！刘婶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女儿当年想嫁给吴青山没成，你一直怀恨在心。要是耽误了吴青凤的病情，你担待得起吗？哎
挤开！姑娘，这小伙子伤势这么重，你确定不送医馆吗？等医馆大夫来，他早就没气了。淤血是排出来了，但命还没保住。待会我失针的时候，谁都别出声。我一旦分心，他就真救不回来了。啊！清风这是又活了。总算把他从鬼门关拉回来了。又活了，真是太神了，太神了！姑娘高人啊！如果我没看错，这是传说中的鬼门13针吗？刘某只在古籍里见过，今日才算开了眼。往后姑娘有需要刘某的地方，刘某必尽全力。刘掌柜客气了，只是这针法失传多年，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，还请各位替我保密。姑娘放心。蔚蓝人工智能修复了很多失传的中医技法，没想到真能派上用场。既然顾小姐已经把人从鬼门关拉回来了，我们先不打扰了。有需要刘某的地方，可以随时派人去镇上喊我。您请。命是保住了，接下来的一步就是要清理伤口，避免2次感染。嫂子，你在做什么？你在员外家受伤了，我是在给你上药。那我的衣服呢？是我捡的，你别多想，当时情况紧急，医者仁心，不分男女。我明白的，嫂子，谢谢你了。刚才没发现，这小叔子也太有料了吧！嫂子，我以前怎么不知道你还会医术？以前跟一个老郎中学过些，你这伤口还得养半个月，要不你就先住这儿吧，嫂子照顾你。那怎么行？疼！你乱动什么呀？这伤口裂开更难好了。我告诉你，你的命是我救的，伤好之前我说什么就是什么。躺下去。可是，扫把星，快把我儿子交出来！你把我儿子交出来！交出来！交出来！扫把星，你把我儿子交出来！交出来！是我娘，她肯定来找茬了，我去跟她解释。你别乱动，你好好躺好，我来解决就好。走。顾晚舟，你把我儿子拐到你这儿来，你是想克死他吗你？我若是想让他死，当初在员外府我就不会救他。当时围了那么多人，谁不是怕沾晦气躲着？只有我上去认人。刘婶，你当时就站在旁边，我没说错吧？我正想上前呢，都是你这个扫把星尝了鲜。再说了，你要不是奔着员外府给他2两银子，你会去认人吗？装什么好心呀？哦，你个小贱人，果然是为了钱啊！看我不撕烂你的嘴！我看谁敢动我！不是我们早就分了家，你们还闯到我家撒野，是当我好欺负呀？你们就不怕我又克死了谁？这顾晚舟以前在吴家总是忍气吞声，如今怎么像变了个人一样？哼，你还敢威胁我？好啊，那我叫大伙儿都来评评理。你克死我儿子，吞了那2两银子的事，怎么算啊？怎么算啊？不是这个当娘的，怎么张口闭口就着吴清风死？恐怕吴清风的命，在他心里还不如那2两银子重要。吴清风没死，
只是失血过多。我已经给他服了药，只要静养一段日子，自然就会好起来。但你们若是惊扰了他，那我可不敢保证了。真的？你说的是真的？我儿子没死？哎，那他人在哪儿呢？我要见他。哎呦，你还真信呀？吴清风没事的话，为啥不让你进屋呀？要我看，他是等着清风断气了，哎，死无对证，再吞了那2两银子。也对呀，你一个扫把星会什么医术？你强留我儿子在你家，准没好事。你让开，我今天非见着他不可。这是我家，你们没资格进。再说了，清风现在最需要的就是静养，你们现在进去只会吵到他。哼，你不开门就证明你心虚。姐妹们，给我冲进去，出了事我担着。你们还敢擅闯民宅了？起开你！我在这儿，谁敢动他？你怎么不穿衣服就跑出来了？我不是让你在屋里待着吗？伤口裂了怎么办？怎么这么烫？你还发烧了？我听到他们骂你，我一个大男人总不能躲在屋里面看着他们欺负你吧？哎呀，不要脸的骚货！2个人拉拉扯扯像什么样子？顾晚舟，你都已经把我儿子害成这个样子了，你还敢勾引他呀？娘，你要是再闹，我今天就死在这里。清风，你的命差点折到这个贱人手上了，你怎么还护着他呀？哎，你到底是不是我亲儿子啊？娘，今天若不是嫂子的话，我早就没命了。嫂子是真心救我的，我身上的伤就是嫂子帮我包扎的，不信你看。哎，这看着还真是草药啊！难道你真的是在救人，不是在害人？看清楚了，这可是上等的伤药，花了我3两银子，员外只给了2两，还有1两，你这个做娘的总该垫上吧？清风身上的伤看起来不轻，我要是带回家治，怕真要花不少钱，还是得让他留在这个贱人这里，养好伤了再送回来。切，你别想讹我，你当我不知道啊？我儿子去员外家打短工，可不就是为了替你赚钱，帮扶你？你怎么还有脸问我要钱啊？果然，吴清风是为了我才伤成这样的。嫂子，你别往心里去，你这屋里连件像样的棉衣都没有，冬天肯定熬不过去。我就是想再多给你买点炭火，我受伤是意外，和你没关系。顾晚舟，反正我儿子也被你害成这样了，这也该你治。这段时间啊，清风就住在你家，吃你的，用你的，等什么时候伤养好了，你再给我送过来。娘，你说什么混话呢？嫂子一个姑娘家，我一个大男人怎么能住在她这儿呢？这吴氏一向偏心长子吴青山，与其眼看吴清风被他拖成残废，不如我一口气把他治好，也当报恩了。我照顾清风也是理所当然的，等他什么时候伤好了，再让他回去。咱们一言为定啊，我们走。流水，你别跟他们办见识，你的伤要紧，你赶紧进屋休息吧。嫂子，我还是回家住吧。你这儿就1张床，我们2个怎么睡啊？你踏实睡床，我去外面的棚子凑合一晚，这样旁人看见了就不会说闲话了。不行，外面的棚子冷，你一个姑娘家的，冻着了怎么办？哎呀，哪有那么多顾虑？我以后可是要开医馆的人，难道还因为男女之别而不收男病人吗？你要是真的不想给我添麻烦的话，就把这药先喝了，免得夜里烧起来，我还得伺候你。行了，你好好躺下休息吧。如果伤口疼了，你就叫我，我在外面听得见。
往日我生病，我娘待我都没这么细心。嫂子落水后，好像和往日真的不一样了。清风醒了吗？起来吃早饭了。嫂子，我醒了，你进来吧。粥里放了些补气些的，你趁热吃。吃完帮我把草药碾了吧。我可没打算让你吃软饭，吃我的饭就得替我干活。嫂子，这是在照顾我的自尊心。好的，嫂子，我肯定麻利干活，我全听你的。嫂子，后山鼠虫多，下次采药别自己去了，我陪你。年轻就是身体好啊，才1周就能干活了，倒省了我不少事。啊，嫂子，你说什么？没什么，先别管草药了，把衣服脱了。啊，脱衣服？我现在得给你施针，把你背上的淤血排干净，你穿着衣服不方便。你脸怎么这么红啊？又没有发烧？没事儿，嫂子，你施针吧。怎么了？是我力道大了吗？你要是疼就直说。没事儿，嫂子，不疼。那你怎么出这么多汗啊？吴青峰，你在想什么？嫂子是在给你治病，你怎么可以在心里偷偷冒犯她？完事了吧？现在可以穿衣服了吗？淤血已经排干净了，把裤子也脱了。啊？还要脱裤子？腿上再扎1针，就能随意下地走路了。怎么了？是不是不方便啊？我帮你脱。不用，我自己来。嫂子，我看你施了好几次针了，穴位我大概记得，要不这次我自己来。你自己来？那要是扎残废了，你可别来找我啊。往日扎针他也没这么大的反应啊，今日怎么跟受了惊的兔子似的？难道是虚火太旺？老天爷，我心跳怎么这么快？难道我对嫂子产生了那样的心思？你这脉象明明已经平稳了，为何还是会发热？定是体内的虚火还没有排完。看来我要去后山上再找几味清热的草药来才行。嫂子，刚才清风的脉象像是肾火过旺，难道他……这个年纪的男孩确实容易肾火旺盛，我得给他开副灭火的方子，别把这小子憋坏了。兔鼠，我记得书上说过，有兔鼠的地方就有龙血草，龙血草可价值100两呢。财神兔，
我来了。我的财神兔奶奶，这是给我干哪儿来了？完了，迷路了。贪心吧，贪心没有好下场吧？龙血草，现在你有那个命财吗？什么声音？老虎，狮子，完了完了完了，我命休矣！轻点儿，好人，我可想死你了。我也想死你了。来，好急吗？好，好长时间没见了，刘婶这是红杏出墙了呀！小狼蹄子，我昨天不是刚把你喂饱啊？你今天又急了，看来我不使点真本事，是真治不住你这个小妖精了。这老房子着火也太劲爆了吧！哎呦，好哥哥，你轻点，弄疼我了。哎呀，不行，再多看两眼，回去要做噩梦了。等会儿，这两人既然能跑到这里来打幽会，那想必一定是知道回村的路的。我只要等着二人完事儿，偷偷跟在他们后面，嘿，不就能回家了？哎呀，好了好了，哎呦，哎呀，哎呀，好人，好哥哥，哎呦这老汉体力还真好，怪不得刘神跑这么远也要跟他偷情。啊！有虫子！哎呦，是在哪儿？哎呀，哎呀，张叔、刘婶，我说我刚刚什么都没有看见，你们信吗？你个死扫把星，你来这里做什么？说！张哥，这个骚蹄子肯定是在故意跟踪我们，好在村子里嚼舌根啊！今天可不能让这个死丫头活着回去，不然我们就完了。有道理，正好这里荒山野岭，杀了随便找个地方埋了，人不知鬼不觉。平时都是一个村的，我跟你们无冤无仇的，又没得罪你们，你们居然要杀人灭口，犯得上吗？你没得罪我，那为什么最后是你这个骚狐狸嫁给了吴青山，而不是我闺女？明明是你横刀夺爱，你还好意思说和你没关系啊？是吴青山自己要娶我，和我有什么关系？我又没逼他。你还敢狡辩？要不是你引诱青山，死缠烂打的追着青山，青山能相中你这个扫把星吗？我有事！完了！嫂子，你没事吧？清风，我没事儿。这扫把星果然命硬，这都不死。我家清风来了，看在大家都是乡里乡亲的份上，我可以不跟你们计较。今天的事我们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。晚舟，你没事跑这儿来做什么？这混小子，当着外人怎么连嫂子都不叫了？清风，你先把手松开。我没事，你别担心，就是家里的草药不够了，我上山采点。嫂子，我刚才不是故意冒犯你的，我看到你遇见危险，关心则乱才……你没事就好。这两个人眉来眼去的，要是没鬼，我名字倒着写。张叔、刘婶，你们怎么会在这儿？这后山这么偏，你们怎么会这么巧碰到一起？哦，刚才遇到了毒蛇，是张大叔见义勇为，还喊了刘婶过来帮忙，要不然我今天就麻烦了。是，对。哦，那还真是谢谢张叔了。应该的，应该的，都是一个村的。行了，天色不早了，我们赶紧回去吧。走吧。什么？那对狗男女竟然敢这么算计你？你怎么不早说？早说我非打死他们不可。好了，先把药喝了吧。这次他们没占到便宜，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。你知道这事就好，日后要是来找麻烦，你心里也有个底。
好不容易好转了一些，今天又走了那么远的路，你的腿肯定又疼了吧？不疼，有你帮我换药，一点都不疼。这个傻瓜！哎，小心！嫂子，没事吧？我没事，你自己收拾吧。我出去看看外面大门有没有关。不对劲，10000分的不对劲。我脉搏怎么这么快啊？不行，看来我也得给自己开一个降火的方子了。嫂子，你最近很上火吗？对，这日子天干物燥的，最适合吃苦瓜了。你也多吃点，下火。天干物燥，需要下火？没错，你也多吃些。不过那还有1筐呢，我买了1个月的量。顾晚舟啊，顾晚舟，你以前最看不起的可就是老牛吃嫩草。吃了半个月的苦瓜，现在我看清风的眼神果然清白多了。老祖宗的方法就是管用。嫂子，我把草药都处理好了，今儿午饭能不能不吃苦瓜了？我现在一看见绿色的菜就想吐。今儿不吃苦瓜，正好我要去镇上给刘掌柜送药。送完药，嫂子带你吃顿好的，下馆子。太好了，那我现在就去把药包好，咱们早点出发。这刘掌柜还真是信守承诺，不仅把上个月的药材钱结清了，还预付了15两银子。这下我们手头宽裕了。嫂子，那些药材不都是后山常见的蒲公英、金银花吗？怎么能值15两银子？我以前跟人采草药，一筐子才卖几十文。这你就不懂了吧？草药都是有灵性的，贵的不是药材，而是我处理草药的手法。总之，我们现在有钱了，我现在就要买。清风，这把粉色的好看，包起来。这个也要，这个像招财猫。这个也帮我包起来。哇，衣服穿来这么久，我还没买过新衣服呢。今天必须挑2件漂亮的古装，好好打扮一下。原来嫂子这么喜欢买东西，日后我一定要赚很多很多的钱，让她不用再省吃俭用，想买什么就买什么。好美啊！清风，你看我穿这件好看吗？能不好看吗？你看你相公都看呆了，这颜色最是衬你，你穿再合适不过了。我不是。掌柜的，你搞错了，这是我小叔子，不是我相公。哎呦，是我眼拙，不过看你们俩站在一起，还真是般配，还真以为是2口子呢。掌柜的，你就别开他玩笑了，他脸皮薄。帮我把旧衣服包起来吧。哦，再拿几匹布，我给我小叔子也做2件衣服。嫂子，不用，我哥那里还有穿剩的衣服，我衣服够穿的。记忆中，吴清风好像从来没有穿过新衣。
但吴青山却总是穿得像个少爷一样。同样是儿子，吴氏为何能偏心成这样？吴青峰的眉眼没有一处是像吴氏的，难道吴青峰不是吴氏的亲生儿子？哎呦，不对，我在想什么呢？果然是狗血电视剧看多了。嫂子，你好不容易才赚了这么多钱，全花完了，你日子该怎么过？你还是先紧着自己吧。清风，我在落难的时候，我不愿意收你的粮食，你心里会不会难过？那怎么现在我给你买东西，你却推三阻四的呢？悬赏了，悬赏了！离县陆公子得了怪病，高价求医，谁能治好，当场赏100两银子。100两，清风，赚钱的机会来了，走，我们去看看。这俩人一心只为彼此，确定不是两口子吗？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还真是100两。陆家可真是大手笔呀！姑娘，你可别只看钱，陆家就这一个独子，病急了才出这么高的价，可这钱可不是谁都有命拿的。就是，我听说陆家在宫里有关系，势力大得很。前几次去看病的大夫不小心让陆公子病情加重，都有去无回的。为何啊？这陆公子得的什么病啊？那陆公子症状怪得很，有时候会莫名暴躁打人，一会儿喊肩膀疼，一会儿又突然晕倒。更邪门的是，陆府的下人说，半夜还见过他吃人呢。这症状怎么那么像坏血病呢？陆家这么阔绰，若是我能救活这陆公子，以后不就声名鹊起了？嫂子，这滩浑水我们还是别沾了。你没听村民说吗？前几个大夫都没好下场。清风，你别担心，陆公子这病我能治。废物，通通都是废物，就连一个报名的人都没有了吗？也不是一个没有，今日有个小村姑报了家门，说是能治，但要少爷您亲自上门问诊。让我亲自登门，他也配？陆英，无妨，治病要紧，你去探探那医女的底细。是。黄姐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找到你儿子的。清风，你站起来，我给你量身。嫂嫂，你真要给我做衣服吗？对呀，别动。之前你手肘这里总是磨破，这次我要在这多分2层，耐穿些。嫂嫂，你对我真好，你是第一个给我做衣服的人。这次给你做的衣服，你可得好好穿，要是不出2日就穿坏了，下次可不给你做了。那我就不穿了，这样就永远不会坏了。嫂嫂，我量完了，我这就去裁布。顾晚舟，你别多想，你要是真和小叔子发生些什么，自古的可是要被进猪笼的。你就当早高峰挤地铁不小心撞到一起了，这没什么的。对，这不算什么。这么大阵仗，这么大阵气派这马车，这小寡妇真有点本事啊！这小寡妇又在外面勾搭了什么人？这么大阵仗？就是啊。这陆家公子还真是有钱，看个病都前拥后簇。姑娘，我家公子来了，还请您出手诊断。外面风大，还请陆公子来屋里问诊吧。清风，陆家公子来了，你按照我之前交代的准备。好的，嫂子。
哎呦，还真会摆谱啊！顾晚舟会看病吗？我看啊，会发骚还差不多。就是，这顾晚舟要是会治病，还至于被吴氏撵出来？早就当摇钱树绑在家里了。就是。顾姑娘，平时就在这里给人看病？没错，这里麻雀虽小，五脏俱全。陆公子，我先给你把把脉。这脉象凌乱不堪，简直像在弹奏野蜂飞舞。就是在21世纪，我都没见过这么乱的脉象，这是要上天吗？公子又发病了。不要慌，我保你家公子平安。清风，我让你准备的东西呢？哎，来了。嫂子，准备好了。我还反复洗了10几遍。顾姑娘，你不会要用这个脏东西给我治病吧？我嫂子本事大着呢，有她在，包你没事儿。公子平日最是爱干净，这村妇要用阳下水给他治病，要是今儿治不好，这小命恐怕就要丢在这里了。好了，顾姑娘，你要做什么？我宁死也不会吃这个东西的。谁说要给你吃阳下水了？这是听诊器，专门给你用来听心脉的声音。顾姑娘，你都听这么久了，到底能不能治啊？陆公子，你这病我治不了。你可是戏弄我陆家人的下场。陆公子，一个人的脉象可以伪装，但心跳却不能。你装病骗我，什么意思？是不是觉得很好玩？放肆！宫中御医都说我的脉象混乱不堪，命不久矣。你凭什么说我装病？你敢动我嫂子一下，我就跟你拼命！哼！清风，退后。是，嫂嫂。陆公子，你一开始的确装得很好，下马车需要人搀扶，脉象也虚浮，看起来的确像是病入膏肓的样子。可是，你的鞋出卖了你。像陆公子这般讲究的人，为何鞋上会沾着今早的腥泥？我猜是你今早外出过，所以并不是久卧病重。顾姑娘就凭这个就断定我是装病，太武断了吧？没想到嫂子的心思如此细腻，这都能发现，太厉害了。当然不止，陆公子的心跳不快不慢，孔武有力，并不像是病重之人的心音。确实能听到心跳声。没见过世面的古代人，被我唬住了吧？顾姑娘，确实有几分本事。顾姑娘，这是今天的诊金，叨扰你一天了，想必你也是乏了。若来日还能有用得上姑娘的地方，还请不要推辞。哎，嫂子，他这话什么意思啊？他并非正主，真正病重之人恐怕另有其人，而且身份恐怕比他还要尊贵。哎呦！出来了！你看，出来了！
人怎么好了？自己走进来的。这位公子明明刚刚还是要靠着下人搀扶才能走进去的。是啊，怎么这半炷香时间不到，这就自己走出来了？难道这顾晚舟真的会医？我嫂子当然会医。这陆公子宫中御医都治不好的病，都被我嫂子治好了。往后我看谁还敢质疑我嫂子的医术。哇，这陆家出手果然大方，看一次诊就给了10两银子。看来这看诊比采草药来钱快多了。可是嫂子，我还是觉得那个陆公子有问题。你说的对，富贵险中求，为了以防万一，我还是得赶紧做一些防身的毒药才行。嫂子，那你先忙着，天色不早了，我去烧水洗个澡。受伤了半个月，一直不能下水，这下总算能痛快的洗个澡了。哎呀，舒服。盛点热水就大功告成了。哎，舒服。哎，不是吧？病了半个月还这么重，这就是古代糙汉的体质吗？嫂子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哎呀，完了，我又起色心了，这半个月的苦瓜真是白吃了。灶台上没热水了，我来拿点热水。抱歉，我不知道你在洗澡。嫂子，你要热水，你喊我一声不就行了吗？我去给你倒。不用麻烦了，我自己来就可以了。哎呀，没事儿，顺手的事儿。哦，那好吧，谢谢。哎，这手感。嫂子，你怎么流鼻血了？别担心，我只是单纯的有点好色而已。别担心，我只是单纯的有点好色而已。死嘴啊！你怎么把心里话给说出来了？这下好了，他该不会以为我故意蹲着偷看他洗澡吧？你干嘛？我可是你嫂子啊！嫂子，你刚才都摔倒了，我抱你回去，别乱动。这场景怎么这么像我在半夜看的书草文学？接下来不会真的要发生点啥吧？嫂子，嫂子，浴房里还有一些药渣，我去处理一下。天气凉了，今晚你就睡屋里吧。嗯。顾晚舟，你到底在想什么？羞死人了！哎，顾晚舟，你居然对一个古人起了心思，那还是你的小叔子，你也不怕同村人用吐沫星子把你给淹死？不行，得赶紧再配几副下火的中药喝喝，再这么想下去，早晚要出事。顾姑娘得罪了。嫂子，放开他！你是谁？怎么办？一起带走，杀
省得麻烦。谁在那里？嫂子，是我，你终于醒了。你放心，有我在，我会保护你的。嫂子，我想办法帮你把绳子解开，你抓紧时间跑，千万别管我，听见没？不行，我不会丢下你一个人的，要走一起走。嫂子你好一幅生死相依的画面啊！不知道的还以为二位是一对亡命鸳鸯呢。嫂子，陆公子，怎么是你？是你绑的我们，你想干什么？陆公子，你绑我们干什么？抱歉二位，因为别人身份十分尊贵，我也是没有办法。事成之后，我陆某愿意再给二位多献100两银子作为赔罪。100两？好说好说，金钱到位，什么都好说。还是顾姑娘通情达理。二位这边请。嫂子，这陆公子一看就没安什么好心，你真的要去啊？没事的，你放心吧，这不还有你吗？嫂子，你放心，等会儿不管发生什么事，就算是拼了我这条命，也会护你周全。他这话是在跟我表白吗？二位，若是想诉衷肠，不如等顾姑娘看完病人再说。顾姑娘，我听说你和你这位小叔子同居一室，可有此事？陆公子，传闻你早年脱发，深更半夜还吃人，该不会也是真的吧？有意思。那顾姑娘请吧，至于你，就在门外候着吧。乖乖在这等着我，别担心。请。这男人好能装啊，看个病还戴个面具。顾姑娘，请吧。顾姑娘，你看我这病可有法子医治？公子，能否脱下外衫？这么严重，这伤口看起来有10天半个月了，为什么不早些医治？已经处理过了，各种名贵药材都用过，可伤口就是不肯愈合。伤口一直不愈合，一直疼，这看起来不像是普通的外伤。不好，你中毒了。这下毒之人，就是想让伤口一直不愈合也不溃烂，活活把人拖死。顾姑娘，您是有真本事的人，只要您能解了这毒，金山银山您尽管开口，陆某绝不推辞。若想让这伤口愈合，得用针线缝起来。你们信我吗？万万不可！公子，您身体金贵。无需多言。顾姑娘，我信你，你尽管操作便是。陆公子，麻烦你去为我准备鱼线、银针，还有一盆热水。我这去吩咐。哎呀，嫂子进去这么久了，怎么还不出来？顾姑娘，这缝针需要专心，还请你不要打扰我。
好。生缝伤口都没有喊疼，这个人还挺有魄力。这方子内服外敷3副便能见好，但根治的方子我还得再回去想想。好，感谢姑娘。陆英，送姑娘回去。顾姑娘先请，我与公子说几句话就走。这人面具之下的眉眼和吴青风有几分相似，难道是我看走眼了，只是巧合？我3日后再来复诊，公子记得按时服药。好。陆英，我中毒之事，切不可让皇嫂知道。属下明白，阎王放心。对了，九皇子的下落有线索了吗？对，属下查到当年他被一名村妇抱走，如今就在这附近村落。嫂子，天都亮了，你总算出来了。倘若你再不出来，我就要闯进去。上一世虽成了名医，却是孤单一人。原来手术后有人等你回家，是这么暖的事儿。嫂子，累坏了吧？我们回家。看来这两人虽不像传闻中的无媒苟合，但分明也中意彼此，只是碍于叔嫂的名分，没有说透罢了。顾姑娘，这是今日诊金，一共100两。好说好说，陆公子还是拿钱砸人的时候最讨人喜欢。这女人分明是在讽刺我平时不讨喜啊！行了，清风，咱们早点回去休息吧。我熬了一夜，眼皮都快粘在一起了。嫂子，我们回家吧。清风，你在京城可有什么表兄、侄舅之类的？没有，怎么忽然问这个？那个人一看就是王侯贵族，怎么会和清风扯上关系？估计是我多想了。清风，我实在有点困得睁不开眼了，我能借你的肩膀靠着休息一下？好，那你睡吧。我要是一辈子都能像现在这样守着他就好了。不要！不要！不要！放开我！嫂子，怎么了？是做噩梦了吗？我怎么会做这种梦？难道我真的对小叔子动心了？对不起啊，我刚才睡迷糊了。太尴尬了，在正主面前做春梦，羞死人了。嫂嫂这是怎么了？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事情，惹她生气了？顾姑娘，3日之后我再来接您，给我家公子面诊。有劳了。
嫂子。我真太不是东西了，怎么能在梦里那么对嫂子？清风，这床单前天才洗的，你怎么又洗了呀？嫂子，天还没亮，露水寒，你别受凉了。还冷吗？不冷，我现在有点热。我自己来就好了。你大半夜洗什么床单啊？我睡不着，就想干点体力活。睡不着？你怎么了？生病了吗？让嫂嫂看看。嫂子，我没事儿，你别管我了，你先去睡吧。这男人深夜冷脸洗床单，该不会……清风，你不必多虑，你这个年纪会胡思乱想很正常，嫂子给你扎2针就好了。嫂子，我记得我大哥在新婚夜就去了京城，你怎么会懂男人的这些事？我在医书上看的。嫂子，那你自己胡思乱想的时候，也会给自己扎2针吗？清风，你撒开！有你这么跟嫂子说话的吗？我这是怎么了？做了那个梦之后，怎么对嫂子这么猛了？顾姑娘，3日之期已到，我来接顾姑娘出诊。我也已经准备好了，我们走吧。请。嫂子，我也要去。嫂子，你都2天没理我了，我真知错了。是我不识礼数，你怎么罚我都行，别不理我就行。乖乖在这等我，回去再找你算账。好嘞，嫂子。燕王殿下，这几日感觉可有好转一些？哦，顾姑娘，你怎么知道我是燕王？西域奇毒只针对权贵，况且除了战神燕王，没有几个人能受得了生缝伤口的痛，这很难猜吗？哼，姑娘真是好眼力。陆公子，你有没有觉得燕王和清风有些相似啊？胡说，燕王怎么会像一个乡村野妇？顾姑娘，我看你神态如此轻松，莫非我这毒，你有办法？这是什么？燕王殿下，这是医治，我需要用医治将您体内的脏血吸干净。燕王殿下，您身子高贵，万万不可呀！陆英无妨，顾姑娘，我们开始吧。燕王殿下，您感觉如何？果然有所好转，感谢姑娘。看来身上的毒素已经排干净了，只需要再多开几副方子巩固一下，王爷就好了。顾姑娘，你是我的救命恩人。这块腰牌我送给你，有它在，如我亲临，可以帮你完成3件事。谢燕王。这是燕王府的令牌，这可是个大宝贝，我要好好想想怎么利用才是。
清风，病人我已经治好了，现在我们有钱了，回去我们就开始筹备医馆的事吧。太好了，嫂子，我就知道你一定行。走吧。陆英，刚才的顾姑娘所提的吴清风是什么人呢？他真的与本王有几分相似？他是顾姑娘的小叔子，几乎每天与顾姑娘形影不离。您这么说的话，好像是有些相似。燕王是有所怀疑。这个吴家村也在九皇子的排查范围之内。这样，你多带几个人去调查调查此人的底细。是。哎呦，这陆家专门派人把婉周送回村儿。哎呀，这待遇可不一般呐！哎，咱们村儿总算是出了一个有本事的人了。哈哈哈哈！这会医术又能怎么样？还不是个丧门星吗？都说寡妇面前是非多，他倒好，一点儿也不避嫌。都在陆家过了好几个晚上了，要我说呀，就是，这早就和雨城的陆家公子不清不楚了吧？这马车还指不定是靠什么换来的。娘，你胡说什么呢？娘，你胡说什么呢？嫂子去陆家是给人看病的，我全程陪同。你不要在这乱嚼舌根。李正啊，一大清早的领这么多人来，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个？婉周啊，你的为人我们大家都是知道的，但是你一个女子上门给男人看病，哎呀，这确实是有点不太合适。这样你看，吴氏毕竟是你之前的婆婆，下次去陆家，你带着她一起去呗。这样别人也不会说闲话了。李正，这话是吴氏让您说的吧？他是不是还说我作为他的前儿媳妇，还应该给他养老，以后诊金也得分他一半？娘，你又在打嫂子的主意。嫂子的钱都是她辛苦赚来的，和你没有半点关系。这可不是我说的，都是他胡乱臆想的。这顾婉周现在怎么这么厉害？以前不都任我拿捏的吗？哎呦，李正这个蠢货，哎呀，怎么连句圆场的话都不会？各位乡亲听好了，我跟吴氏早就分家了，分家纸上写的清清楚楚，以后我的生活都跟吴氏没有半分关系，这钱更是没有给他的道理。李正，你说我说的对不对？这个婉周啊，说的确实在理，这分家书白纸黑字写得很清楚。吴氏，你再这么闹下去，确实不合适啊！要不是吴氏昨晚在我家闹了一夜，我才不管他家这点破事呢。那就算是这样，他也是我们吴家明媒正娶的呀。哎呦，这天天的往男人家里看病，我们吴家的脸要往哪放啊？你说这也不，这以后谁还敢跟我们家清风说亲啊？哎，李正，你这是要断了我们吴家的根呐！娘，我的亲是我自己做主，你不要连累嫂子。过来，你知道什么呀？你知道现在娶妻的彩礼钱要多少吗？你之前为了补贴这个扫把星，早把老婆本用光了。现在这个扫把星有钱了，就应该要回来。养老钱你不给也就算了，我们吴家的名誉费，你今天要是不还回来，你就别想走。哎呦，拿过来，还打起来了！给我你！吴氏，你干什么？光天化日之下你还敢明抢啊？这叫什么抢啊？这本来就是我老吴家的钱呀！从今儿开始，这个分家呀不算了，你还是我吴家的媳妇儿。你无耻！当初明明是你嫌我是丧门星，要跟我分家，现在倒好，见我能赚钱了，就要认我当儿媳了。我说你，拿过来你，给我！娘，你别闹了。臭行，我闹什么了？够了，我都听不下去了。无知泼妇，顾大夫是我们陆家的恩人，你竟敢当面讹他！照你这么说，全天下的男大夫都不能给女眷看病，女大夫也不能给男病人诊治了。不，简直蛮不讲理！哎呦，这日子你没事吧？过来呀！我的好大儿，你可看清楚了，
这个扫把星心思是有多毒啊！这才分家几天呐，他就合着外人，还要拿刀杀你娘啊！你说说你真的要喜欢心思如此歹毒的女人吗？娘，我和嫂子清清白白的，以后伤她名节的话，你莫要再说。哎呀，我去你的！哎呀，这个小贱人已经撺掇的你目无尊长了，你还好意思说和她清清白白的？吴清风，你敢用你娘的命发毒誓？你和她之间真的半点牵扯都没有吗？娘，你疯了吗？你怎么能用自己的生命开玩笑呢？清风一向愚孝，最怕我寻死觅活。他如今耳朵根已经长到顾晚舟身边去了，我不来点狠的，怕是治不住他了。吴清风，你今儿把话给我说清楚了，你要是不和这个小骚货断了，我就死给你看！你真的要为了这个狐狸精害了你娘的性命？那你在这个村里这辈子还怎么做人呢？不是，多大点事儿啊！至于动刀子吗？赶紧把刀放下！清风，你倒是说话呀你！这事跟清风没有关系，和嫂子没关系，都是我纠缠她的。我瞎说什么？纠缠什么？你瞎说什么呢？你不要名声了！你这是让全村人都戳着我们吴家的脊梁骨吗你？我没胡说，从始至终我都一厢情愿地爱慕着嫂子，一直找机会靠近她，纠缠她。她什么都不知道，她也没有对我有半点心思。他这是在做什么？他是要毁了他自己吗？你个逆子，你这可是下流败德呀！我今天我非打死你这个不知廉耻的东西！我，哎呦，哎呀，就是该吃的，你不打这么狠啊？这小手可真黑。清风，你胡说什么呢？我说的句句属实，我一直单恋嫂子，和她没有关系。你要找什么麻烦，就冲我来。不是这样的，不是这样的。嫂子，你不要管我，我没事的。你们俩居然还眉来眼去的，我真不打死你！不是，你还要闹到什么时候？非要把你儿子打死才甘心吗？哎呀，没法活了，没法活了呀！真的是作孽呀，真是作孽呀！娘，你要是闹够了，我们就回家。这都是一个村里的，何至如此啊！都散了吧，都散了吧。哎，顾姑娘，事态已平，天色不早，我得回陆府复命了。多谢方才出手相助。姑娘客气，你本就是陆府的贵客，往后这村里若有人再敢找您麻烦，知会陆府一声即可。哎呀，娘，你一会儿说心口疼，一会儿说脚疼，你要是真难受，我背你到镇上的医院看看行吗？你当我不知道你是什么心思吗？只要我一松手，你是不是就想立马往那个扫把星家里跑啊？哎呀，吴清风，你是不是昏了头了你啊？你也不看看自己是个什么东西，你哥的女人你也敢惦记啊？打死你！我打你！打你！娘，自小起我就知道家里好的事情都要紧着哥哥，现在哥哥走了，我也不敢盼着什么。我的确喜欢嫂子，可我也只是想远远看着她，要是她遇到什么困难，
我能搭把手，难道这也不行吗？娘，我今晚就搬回来住，以后再也不见他了。但你以后要是再敢伤害他，我就跟你拼命！你，穆清风，你，哎呀，果然不是亲生的，就是靠不住，迟早有天反了你。哼，不行，看来我还得想个什么办法，好好治治这2个人。清风，你的额头怎么受伤了？是不是你娘打你了？快给我看看。嫂子，我没事儿，我娘怎么可能舍得打我呢？就是吓唬吓唬村里人，做做样子罢了。你的伤到底怎么样了？我看看。嫂子，真不用，我得先回家了，我娘还在等我呢。对了，门口的插销我换了一个结实的，往后睡觉能踏实一些。灯油我也添了一些新的。你晚上睡觉的时候，点灯一定要离布料远一些，一定要把灯灭了。白天在村里，你大可不必把话说成那样。我不怕你娘，我也不怕那些闲言碎语，你大可不用把所有错都揽在自己身上。我必须这样做，只有这样才能结束村子里的流言蜚语。只有我把事情扛下来，你才能安安稳稳地开医馆，去做你想做的事情。清风，嫂子，毕竟我是真的喜欢你，我也算不上无辜，这就当是我为你做的最后一件事吧。嫂子，你照顾好自己，我走了。清风，我给你做的衣服才做了一半，你还没有试试合不合身呢，怎么就走了？我一个现代人，还没有古代人会挑战封建礼法。不行，我一定不会让我们就这样结束的。小畜生，跟我横，还不是乖乖回来了？哎呀，还是我们青山有出息，在京城啊混得极好，都娶了世家的千金。要不是顾晚舟那个扫把星，我早就去京城享福了。这个顾晚舟真是越来越不像话了，就连清风都敢为了他跟我顶嘴。青山啊，你可得好好想个办法治治那个贱人。你可得好好想个办法治治那个贱人。我娘真是小题大做，一个乡下的小寡妇能翻出什么浪来呀？就照我说的去做，保准这个小女子以后安安分分的。大清早的，你们来我家门口做什么？啊，你别误会，乡亲们啊，是看陆家这么护着你，觉得你真有医人的本事，想找你看看毛病。哎，真的？真的，真的。那还站着干什么？都进来吧。好。顾晚舟好像真懂医术，你看人家院子里晒满了药草。可他之前名声不好，真要找他看病，我心里还发怵呢。开医馆总归是打开门做生意，与其让别人猜忌，
不如我自己打消这些顾虑。各位乡亲们，听我说，我顾晚舟虽不是神医，但也略懂些医术。以后如果大家有什么头疼脑热的，尽管来找我医治，都是同村人，诊金定比镇上便宜。你去吗？我不敢呢。大家若是不相信，尽管来试试。前3位找我诊治的，分文不收。分文不收，免费治病啊！还有这种好事？是。乡亲们，我们抓紧时间开始吧。谁先来？我老太太年龄大了，不怕什么晦气。晚舟，你先给我看看吧。啊，哎。头晕无力，畏寒怕冷，您这是夜盲症，待会儿给您开个方子，3日便可见好。哎呀，我啥都没说，你说的全对，哎，你真神了。晚舟，我肚子疼。哎呦，我头晕恶心，你快给我看看吧。清风说的没错，我身边的流言蜚语果然结束了，可他现在自己过得怎么样？清风，你真的想好了？要去边塞参军？边塞苦寒呐，你的身子熬得住吗？李正，我想过了，只有我彻底离开，才是终止所有流言蜚语的唯一办法。而且军队津贴比做短工多多了，我娘也能过上更好的生活。你是个好孩子呀。既然决定好了，那我就把名额给你报上了。7日后，你便去参军吧。谢谢李正。你真的不去跟他道别了吗？你们都疯了是啊？上赶着围着他干嘛？不知道他是克死人的扫把星啊？跟他扯上关系啊，没有好下场。要治病就排队，在这瞎嚷嚷什么呢？就是，先给我看，先给我看。不行，我女儿没嫁给吴青山寻死觅活的，这嫁过去的顾晚舟，我的风生水起的。我去找吴氏商量商量，看我们不想办法弄死你。哎呀，老夫人，青山少爷说了，这样能让女人欲罢不能。你想办法让顾氏服下，找几个单身汉糟蹋了他，保准他无地自容，自己滚出村里。还是我儿聪明，这下清风该死心了吧？哼！什么？青山居然没有死？哎呀，就什么人？是我。你要给我5两银子，我就帮你保守秘密。你不是想整死顾晚舟吗？我帮你呀！啊，好说。哎呦，来，哎呀，吴氏，你这又是唱的哪出啊？晚舟啊，这些饭菜都是娘亲手做的，娘今天专程是过来跟你道歉的。之前老是找你麻烦，是娘老糊涂了。现在呀，我就剩清风一个儿子，他心里装着你，这为了你，连自己名声都不顾了。哎，我要是再拦着你们俩在一块儿，怕是这个儿子都留不住喽。所以你的意思是？哎，我呀，这几年给清风攒了一点彩礼钱。哎呀，来，咱们村里可是有规矩的，
这兄死满3年，弟弟就能肩挑2房。只要同意跟清风好，娘保证啊，以后绝对不会再干涉你们俩，如何呀？清风知道这个事情吗？哎呀，他当然知道了，他愿意。这酒啊，是娘亲手酿的，甜得很，你尝尝啊。来，咱们娘俩今天把这酒喝了呀，之前的恩怨可就全清了啊。贱人，只要喝下这杯酒，我就让你身败名裂。下药这种桥段，我小学5年级就会了。哎呀，呸！也不看看自己是个什么东西，敢觊觎我的儿子！哎呦啊！你们2个好好招待招待他，1个时辰后我再叫人来。放心，包在我们身上。走。小贱人，看你这回死不死！哎呦！哎呀，大家都看看吧，这顾晚舟呀，开医馆是假，半夜偷汉子才是真，这下装了个现行了吧？好你个顾晚舟啊，竟然干出这种伤风败俗的事！啊！走，来！哎呀，看看，哎呀，不是，哎呦，你看看，哎，这啥呀？这不知廉耻的，你说，哎呀，这真，这啥不要脸，真是不要脸。我怎么在这儿啊？怎么会是你呢？顾晚舟呢？我怎么知道啊？哎呀，你个天杀的！你带这么多人来，你让我以后怎么活啊你？哎呀，顾晚舟那个贱人呢？你都多大年纪了，真不要脸！就是啊，真是的。我在这儿呢。刘婶，你带这么多人来我家做什么？顾晚舟，你算计我，我杀了你！我好，这么多人在，你还想撒野？哎呀，吴氏啊，你都多大年纪了啊，竟然做出这种糊涂事！来人，把吴清风叫来，他给我带去祠堂。李正，这些都是顾晚舟，他诬陷我。我是因为身体不舒服，去找他看病，结果没想到他给我下药，还找流氓玷污我。你这干什么呀？吴氏，你说我给你下药，那这包春药为何会在你自己怀里？我怎么知道？有可能是你塞到我怀里的呢。那这吴青山的亲笔信也是我陷害你的？是李正，你看看这里面写的什么？吴青山，他不是早就死了吗？娘亲，青山在京安好，已娶崔家小姐，速除顾晚舟。什么？吴青山没死，还娶了京官小姐，这不是骗婚吗？人赃俱获，看他还想怎么见？拿出来，这个就没法说了。哼，吴氏，这明明就是吴青山的字迹，你作何解释？顾晚舟，你怎么会有这些东西啊？
我与吴氏早就没了瓜葛，他非揪着我不放，总感觉这事有点诡异。麻烦你这几天替我好好查查吴氏。是。我对燕王殿下有恩，暗中派人保护我，刚好听到了你和刘婶的密谋，还查出了你不少陈年往事。顾晚舟，你狼子也行呐！我们吴家就不该娶你这样的祸害，你就是我们吴家的克星啊你！娘，大家说的都是真的，我哥真的没死。庆丰，我的好儿子，他们联合起来欺负我，你哥早就死了呀！这都是顾晚舟他伪造的，你可得为娘做主啊！吴氏，人证物证俱在，你竟还敢狡辩？我的儿子早就死了，尸骨无存呐，这都是被你给克死的。这些事儿，乡亲们都是知道的呀，是吧？说的是，好啊，早就死了。燕王殿下，吴氏的供词，你都听到了吧？燕王到！娘，娘，儿子，燕王千岁，千岁！免礼。吴青山，现在你已经回到了你们吴家祠堂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你真的没死？你为什么要骗大家？你为什么要抛弃嫂子？不是爹，哥也是逼不得已啊。那崔家看上我了，还说要给我官做。这要是你也这么选？哥，你是真糊涂啊！吴青山，你假死改户籍，欺君为官，还屡次让他人辱我名声，意图逼死我。这笔账，今天我们一起算。顾晚舟，你以为你赢了吗？冒充官员可是要株连九族的。你这么揭发青山，你就不怕连累清风吗？就是，他可是一心为你呀，你就是这么报答他的呀。嫂嫂，不用担心，既然是我们家犯的错，那就我们家担着。你想做什么就大胆去做，不用怕牵连我。我既然敢揭发，便知道害不着你，因为他吴清风根本就不是你们吴家的人。什么？清风，你自然不是吴家的人。你是当今皇上的九皇子，燕离。这怎么可能？我们燕家血脉自小便有这块胎记，不会搞错的。就是说，我不是吴氏亲生的。没错，你娘当时在赈灾的路上生下了你，不过当时灾民暴动和你走散，找了你17年，总算是找到了。这不可能啊！不可能啊！我那时是在京郊的乱葬岗捡的弃婴，怎么可能是皇子呢？这不可能啊！这。他是九皇子，他是九皇子。完了，我还一直编排他，这是得罪皇室了。吴家村李正参见九皇子。拜见九皇子。李正，各位乡亲们，我是大家从小看着长大的，我受不起你们这样的礼，大家起来吧。爹，你现在出息了，你可不能忘了咱家对你的养育之恩呢。这样，你到时候跟皇上求情，你说哥是无辜的，你让他饶了哥。晚了，你们两个虐待皇子，苛待发妻，欺君罔上的事已经让皇上知道了，皇上已经派了锦衣卫押你们入诏狱，秋后问斩。问斩？问斩？来人，把这两个虐待皇子、混淆皇室血脉的罪人带走。
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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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不要！我儿子不是，我儿子是探花郎啊，是篱笆村最有出息的人，你们不能抓我！你放开我，放开我呀！哥是不知道你是九皇子，哥要是知道，怎么能这么对你呢？是不是？所以你们也承认，你们亏待清风，吸他的血考取功名了。今天落得这样的下场，都是你们咎由自取。还愣着干什么？带走！风儿啊，娘的错，娘知道，娘自私恶毒，都是娘的错。可是跟青山没有关系呀，是娘的主意，都是娘的主意。他好歹是你哥呀，是，你放了他吧。啊，弟弟，你放了他吧！哥知道错了，哥不是人。弟弟，你看咱家的养育之恩上，你饶了我们两个，饶了我们两个。风儿，饶了哥狗命。清风，虽然吴家罪大恶极，但他们毕竟养育过你，如何处置他们，全凭你的意愿。皇叔，吴氏对我有养育之恩，不如将死罪改为流放吧。果然跟皇嫂一样仁慈，就按你说的办。还不赶紧谢恩！谢九皇子恩典，谢九皇子恩典。带走。风儿，哎呀，真是报应啊！这母子俩当初要是能善待清风，哪会错过这泼天的富贵？刘氏、张老汉，你们多次陷害我和婉周，虽然死罪可免，但活罪难逃。既然你们喜欢和吴氏一起作恶，那就和他一起流放吧。不，殿下，饶了我吧！把此二人也带走。殿下开恩啊！殿下开恩呐！殿下。婉周，那些欺辱过你的人都得到了应有的惩罚。我发誓，以后一定不会让任何人再欺辱你。我相信你。既然都已经真相大白了，大家都散了吧。嫂子，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？我也是前几日才从燕王那里得知。你不会怪我瞒着你吧？当然，你瞒着我肯定有原因，我怎会怪你呢？我只是感慨，原来我不是娘亲生的，难怪他会偏心，对我非打即骂，有什么好处都给了哥哥。清风，你别难过，你的亲生娘亲皇后娘娘找了你10几年，她一定很爱你，她一定每天都在盼着你回去。你不是不被爱的孩子。婉周，你真好，还好有你在。啊，等一下，我不是吴氏亲儿子，那我们就不是亲叔嫂了。是不是说我可以娶你了？你都当上皇子了，每天满脑子就想着这个呀？当然了，我每天都想娶你过门。婉周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嗯。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，夫妻对拜，送入洞房。愿得一人心，白首不分离。余生请多指教，九皇子大人。